请问你掉的是这台机内 CP4000还是这台仪内 CP4000呢？不，我掉的是这台 SP4000纯铜限量版。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耳边开箱。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个爱立和历年旗舰型号的横评，当时我就把 SP4000评为爱立和有史以来牙膏级的最爆的一个旗舰，实现了飞跃性的提升。确实呢，这台机器上市以来无论是口碑还是销售状况都相当火热。我身边有很多超旗舰玩家都对它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觉得它在耳机的适配性还有音乐的驾驭能力上都远远超越了爱立和过往的器材。甚至有不少二声道老烧也选择把它作为自己的第一台爱立和播放器。近期 SP4000的纯铜限量版又在大家的期待中上市了。换壳其实一直都是爱立和家的拿手好戏，过往的旗舰型号还出过什么纯铜、白铜、镀金等等各种外壳，对比不同版本的声音也正是粉丝们极大的乐趣所在。而换壳本身当然并不是玄学毕竟不同材质之间它们的避震还有屏蔽特性都是有所区别，这些区别就会在听感上体现出来。像我自己在使用两个版本的 SP4000时，就感觉它们是在同一个调音理念下不同分支的表达。之前的横评呢，因为篇幅原因没能够细说 SP4000的玩法搭配这些深入的体验，那这次借着版本对比的机会，也顺带聊一下我自己是怎么去玩这台机器的。作为一台便携播放器，铜版 SP4000的重量哪怕放在旗舰型号里也是名列前茅的，而且呢，铜的密度很高，所以拿在手上更是分量十足。但说实话，哪怕它这么重，我也忍不住想要经常把它拿出去秀一下。原因呢，只有一个，这个机器的颜值还有质感实在是让人爱不释手。爱立和家过往的旗舰型号身上有个很典型的设计，就是以直线条小角度交错切割出侧边立面，形成一个光影交错的效果。虽然个手，但也真的是很好看。很多人说呢，感觉3000和4000看着差别不算大，但你仔细观察机身侧面就会发现SP4000它的切面构成更复杂，变化更多，完全把这种设计语言的锋芒给展现了出来。每个切面线条凌厉，观感大气又不失细致。它的滚纹工艺也会比 SP3000处理得更加精细，立体感强，反馈也更加精准。而纯铜材质又提升了机身的档次，在光照下会呈现出一种红中泛金的绚丽色彩，深色的背板就让整体的视觉效果更加稳重。在你转动滚轮的时候，那种咔嗒咔嗒的声音就为操作过程又增添了一种情怀。不过铜这种材质呢，有一个比较致命的缺点，就是容易氧化失色。这个特性真的困扰了 Hi-Fi 品牌们很多年了。过往不少用铜打造的线材还有机器，最终都难逃变暗发绿的命运。但爱立和就是那种只要做了决定就会死磕到底的品牌，哪怕铜这么难伺候，他们还是选择了纯度高达 99.98% 的铜，然后通过纳米级涂层工艺来保护外壳的颜值。虽然这种做法就意味着成本疯狂上涨，但是爱立和嘛，你们懂的，只要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在 SP4000产品详情公布的时候很多老户都有一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感觉，因为这台机器终于是拥抱了全开放安卓系统，可以便利的去安装各类 APP， 骁龙612的处理器也保证了操作流畅性。爱立和延续过往的习惯，去重新画了整个 UI， 既保留了安装软件的自由度，又展现了标志性的精美界面。但说实话，这种对自家视觉风格的坚持呢，在一定程度上又提高了机器的操作门槛。对于安卓手机用户来说，可能大多数安卓播放器你上手就能无师自通，但 SP4000的一些操作逻辑和界面都做了调整，我觉得用起来倒是有点像纯音系统，需要稍微的适应一下才能用顺手。这个我觉得算是为了好看而付出的代价吧。在老粉丝心目中，爱立和过往的声音个性是相当鲜明的，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种精致柔顺的调音风格。放眼圈内，这种风格都是独一档的。很多人在初次接触爱立和的机器时就会被这种细腻澄澈又很有生命力的音色所感染。但是便携领域这些年呢，它的发展变化是很快的。如今的耳机，不管是旗舰动圈、平板耳塞，还是多单元的超旗舰，对于播放器的驱动力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从而去获取一个更高的声音上限。所以呢，过往很多我们觉得驱动力做的恰到好处、听感柔美的播放器，放到现在可能就显得调教有一点点保守了。所以在 SP4000 身上，爱立和开始全面去提升驱动力以及对于大动态的还原能力，让它拥有了堪比2声道系统的厅堂感。长久以来，更真实的场面感一直是便携和2声道设备之间的鸿沟。我们经常形容一个便携器材有所谓的台机位或者音响位，说的就是他们在场面的还原上达到了音箱的水准。过往爱立和的机器会被形容为通透精致，是便携领域顶尖的声音，却很少会被称为是 high end 的级别。而 SP4000 是不同于任何过往的一台机器的，它在声音的每一个维度都进行了非常大气的调教，你能听到磅礴的气势、优秀的纵深、丰富的低频层次，而这一切构筑起了一个宏大的框架，把大系统独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场面植入到了紧凑的机身里，但又不会听起来太刺激。我们在细微之处还能听出爱立和那种细致的表现力，人声的唱腔和情感变化，贝斯的下潜、三角铁的泛音都被回放的真实又生动。如果说爱立和过往的调音呢，像是那种工笔描绘的花鸟鱼虫，那么 SP4000 它所呈现的画面呢，就是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远看是气吞山河，近看你又能品出作者精心勾勒的小巧思。支撑起 SP4000 这种宏大框架的，除了调音风格的转换之外，还有硬件上的升级。它内部的运放数量是前代机器的2倍，并且加入了高驱动模式，这让它成为了整个家族里面耳机适配最强的型号。比如跟它同期发布的 Luna， 我觉得是爱立和至今为止驱动门槛最高、潜力最惊人的一款耳塞。像 SP3000 这种上一代型号呢，可以把它推得比较好听，但是达不了所谓的满血状态。只有在 SP4000 身上，这条塞子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发挥，低频澎湃，动态表现张弛有度。另外，我在用它去搭配魅族离这类旗舰平板大耳的时候，驱动能力的优势就展现得更加明显了。它的框架撑得足够开，高驱动模式下的动力储备也很充足，能够把一力推出有良好的密度，还有扎实的低频能量。在回放李斯特的鬼火这种高难度钢琴曲时，你能听到演奏者手指触键的力量和速度，还有指尖飞舞的那种飘逸的质感。最后我总结一下不锈钢版和铜版的差异，它们的硬实力呢在伯仲之间。铜版的变化主要是在于中低频更加的绵厚饱满，极低频下潜更深，氛围感比较强。而不锈钢版的风格就相对清爽，中低频的听感比较干净。如果你之前觉得不锈钢的人声稍微少了一点点味道，那么不妨考虑一下铜版，尤其是那种偏冷声底的耳机呢，搭配铜版的效果就会更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SP4000 的评分。这么多年以来，爱立和其实一直处在随身领域的顶峰地位。我自己最早认识这个品牌，还是从当年那台极其惊艳的黄金版 AK240 开始的，后面还有 AK380 SP1000 乃至不同版本的 SP3000，都是以各种形态去展现了便携领域最顶尖的实力。像很多人所说，爱立和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而 SP4000 是品牌对自身的一次非常华丽的革命。以这台机器为起点，爱立和彻底跳出了以往的舒适圈，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其实刚开始我拿到 SP4000 时，也觉得它好像没有比上一代产品有什么脱胎换骨的提升。直到有一天，我拿它听了一首抒发交响曲，当时那种宏大的气势，还有无边的悲壮感，就透过音乐扑面而来。那种深邃悠长的震撼就持续了整整1个晚上。我从这台机上面听到的就不仅仅是空间感、动态或者分离度这种单一要素的提升，而更是一种在审美眼光还有调音手段上的突破。毫无疑问， SP4000 它当得起最强随身播放器这么一个名号。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